此前，印度方面向俄罗斯购买了一批 S-400防空导弹系统，然而由于疫情的原因，导致这批 S-400防空导弹系统一直都没有按期交付。然而就在中印发生对峙事件之后，印度的国防部长亲自前往莫斯科催促他们尽快交付这批 S-400防空导弹系统。然而就在印度军方等待俄罗斯交货的时候，美国突然插入进来，让印度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据媒体报道，印度很可能会被迫放弃购买 S-400防空导弹系统，因为如果印度购买了这批防空导弹系统的话，美国方面很有可能会感到非常愤怒，甚至开始制裁印度，让印度成为下一个土耳其。很多专家认为，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显然，印度方面肯定也是这样认为，否则他们不会去购买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但是美国方面很有可能会在背后迫使印度放弃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转而去购买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然而这件事对于印度来说的确难以抉择，如果他们继续购买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话，那么他们和美国刚刚进一步加深的防务关系将会就此产生裂痕，并且还会像土耳其一样遭到美国的制裁。如果说他们转而购买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肯定会对此感到愤怒，今后很有可能不会对印度进行军售了。但是就在印度对此感到非常纠结的是，这件事不管怎么解决，巴基斯坦都会成为最大的赢家，这是为什么呢？据分析，如果说印度购买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话，那么印度将会陷入非常艰难的地步，并且美国很有可能就此来制裁印度。这种结果对于巴基斯坦来说非常有利。此外，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印度放弃俄罗斯 S-400防空导弹系统，转而购买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但是这样一来，印度与俄罗斯之间的防务关系将会破裂，并且俄罗斯方面很有可能会将这批 S-400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巴基斯坦。这样的话，巴基斯坦的防空力量将会再次得到加强。由此可见，不管印度最终怎么选择，巴基斯坦或多或少都会从中受益。不得不说，印度与美国加强防务关系的这一做法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他们当初没有主动去向美国献媚的话，那么他们也不会步入到今天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近日，印度在中印边境又开始动作频频。经过多轮谈判之后，中印双方军队已经在边境形成对峙多时。据印度《防务时报》近日报道，在中印边境，印度军队其西线的班公湖、斯潘古尔湖等地区都加强了部署。在报道中，他们公布了一张图片，上面是印度军队在一个山头前的照片，而在印度身后的两座山被紫色方框和蓝色方框框住。印度媒体声称，那两座山头都是印军的据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印度的态度以及种种动作似乎在酝酿着什么。一名印度知名博主在其推特上表示，纵观整个印度，现在领导层的沉默让许多人都产生了巨大的恐慌，让人不得不猜测他们是在计划着什么。果然，在2020年底，印度军队重新部署到了班公湖和斯潘古尔湖，并且在恰当的时机发布了图片，以确认印度在这两处的重要战略部署。根据印度《防务时报》报道，中国的军队就驻扎在距离印度占据山头地点的几米远处。此前，中印双方军队距离最近的地方是在班公湖地区，据称双方军队距离仅200米左右。而印度媒体声称，印度军队一直在进行秘密行动。此次就报道中国军队就驻扎在离印度据点几米远的地方。除此之外，印度近日还计划采购12艘快艇部署到班公湖上。由于现在班公湖还在冻结状态，所以他们计划在今年5月份左右进行部署。而这一消息都是在印度陆军参谋长视察完中印边境之后。当时有消息人士称，在未来几个月，中印局势将会有重大改变。据报道称，由于受到印度秘密行动的影响，中国军队也已经开始行动。中国开始积极在中印边境西线建设基础设施。根据报道称，中国正在喀拉昆仑山口和热钦拉附近建设基础设施。据文章称，中国除了在该地区修建基础设施外，还正在该地建设永久性的综合宜居基础设施。文章称，根据印方高层人物透露，在中国军队的一处营地，该营地被印方称为郭巴克营地东北约5.5千米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新的村庄，那里就位于班公湖附近的鲁克多。由此可以看出，其实中国已经发现了印度所谓的秘密行动。在该地出现了新的村庄，很明显就是将要长期驻守在那里的意思。近日，
中印双方正在磋商进行第9轮军级官员的会谈。其实经过这么多轮的会谈，但是中印双方却依旧在紧张对峙，就可以看出双方的谈判并不顺利。其实目前双方一直在边境拖着，对印度的伤害比对中国的伤害要大得多。而且如果继续如此下去，我国就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毕竟边境的基础设施我们原本就是要建设的，而印度却并没有办法长期维持如此高难度的后勤支援。即使印度小动作不断，但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没有实力，一切小诡计都没有作用。印度前空军元帅称，印度一线战斗机兵力是中国的2.5倍。近日，印度国防专家、前空军元帅阿尼尔·乔普拉称，中国空军可能已在拉达克附近战区部署了100架战斗机，但印度有能力在该地区部署多达250架飞机，这是由于地理自然因素造成的。中国与印度接壤的领土基本处在青藏高原地区，海拔非常之高，那里环境恶劣，补给困难，无论是修建机场还是长期部署大批战机都非常困难。而处于喜马拉雅南麓的印度空军则不存在此问题，印度空军早有准备，沿喜马拉雅山山脚修建了大批军备机场，可以提供大单位的战斗机部署。中国在拉达克空域的飞机主要依靠3个机场，中国空军在拉达克已进行了相当大的部署，以支持解放军地面部队。我估计他们有近100架战斗机。乔普拉告诉《欧亚时报》，他们不能部署更多的飞机，因为在那个地区只有3个飞机场，最接近的是高杆子民用机场，有一个小型空军飞地，它的高度超过1万英尺，只能容纳几架军用飞机。和田是中国空军的主要基地，距行动区约350公里，可部署50至60架飞机。第3个是喀什，距行动地点约600公里。乔普拉说，是的，空军已经见过许多中国战斗机，主要是歼11和歼10。较新的歼20第5代隐形武器也已在该地区使用，但并未在当地部署。此外，在和田也发现了 H-6K 轰炸机，每架都挂载有6枚巡航导弹，这些轰 6K 可以攻击数百里外的目标，而不会被拦截，对印度的很多关键目标威胁极大。与中国相比，印度空军在行动区350公里范围内拥有近10个飞机场，而印度空军则有能力部署约250架飞机。这位资深战斗机飞行员坚持认为，他同样认为印度主力的苏30 MKI 战斗机与歼11都属于苏霍伊产品，性能接近。中国加强了前线的雷达和防空导弹的部署，印度防空体系落后，急需 S400加强。乔普拉元帅补充说，中国军队还在针对印度的山谷中部署了大量雷达和导弹，以加强前线的防空能力，减少对战斗机的依赖。关于解放军在该地区部署大量雷达和导弹的评论，乔普拉航空元帅说，印度防空部队也可以将雷达和防空导弹置于预先位置。此外，印度的武器库存增加了，印度空军现有的战斗机、直升机和运输机数量众多。而其他媒体评论道，中国在一线部署的大批防空武器基本都实现了国产化，且性能出色，对印度空军战机的威胁很大。而印度陆军装备的防空兵器大多还是苏联冷战时期的产品，如萨姆8、萨姆7、萨姆13，只有少量引进的以色列防空系统性能较为出色，如阿斯派德和巴拉克8，但数量过于稀少。印度想要自研防空系统，如阿卡什导弹，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批量装备，双方的防空能力一言可知，所以印度非常迫切要获得 S400系统。但要知道，俄罗斯的生产线上同样还生产着中国订购的 S400，也就是说，喜马拉雅山南北都会出现 S400系统。中国的火箭军和火箭炮部队非常强大。乔普拉空军元帅提到，中国一直非常依赖自己的火箭军和远程火箭炮部队。在中国的作战计划中，一直打算以少数侦察部队在前线进行侦察定位，以引导远程精确打击火力对印度的基地、前线阵地、兵力集结点、隘口、炮兵阵地、机场、技术兵器进行打击，以摧毁印度军队的作战能力，达到不接触而赢得战争的目的。其实，印度军队也有自己的远程打击武器，如大地远程弹道导弹、烈火远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有些数量不足，有些性能一般，发射准备时间过长，精度一般，打击能力与中国差距明显。印度空军的落后是全方面的，并非一两件兵器的落后。印度空军的建设一直是以万国牌为基准，若单拿出一两件兵器作为对比，印度空军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尖端装备。比如，印度空军有3架 A50EI 大型预警机和2架基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EMB-145喷气式客机的网拉预警机，理论上具备有效的警戒能力。而空军的阵风和苏30 MKI 战斗机的性能也很可观。
可是多国装备的独立和不兼容导致印度的空防体系无法形成一个整体，在信息化作战的今天是非常不利的。印度的空军指挥依然无法通过有效的数据链进行快速数据交换，战斗机的指挥往往只能通过传统的语音进行。印度空军未来的先进装备只会越来越多，可是其无法完成独立的指控作战体系，导致其战斗机部队的反应能力、接敌能力大大低于预期。这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每次巴军的突袭，印度2线的苏30都来不及出击，只有1线的米格21出战，导致其被击落。印度空军认识到自己的缺陷了吗？也许有精英认识到了，只是无力改变；也许有些狂妄的人只是纯粹信仰苏30的数量或者阵风的先进性能。但无论如何，印度空军的现状短期内无法改变。这可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钱可以买来更多的飞机，却不能买来宝贵的作战和指挥经验。